现在在缅甸和泰国的边境，我现在在金三角腹地啊。我现在到了那个大其力。作为一个东南亚几乎全走遍了的旅行者，而且应该算是全网为数不多的真正亲身实地去过缅北、去过金三角的旅行者。最近呢，我受到很多大家的关怀特别关注的就是我的腰子好多粉丝朋友们问佳佳这个东南亚到底是还能不能去那么今天呢，我就作为一个对当地还算有一定的了解的旅行者，以我的角度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以及大家如果在外出门旅行的时候该怎么样去保障我们的安全问题这一点呢是国内外通用的。缅甸呢是一个有100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是缅族。缅北这个区域呢就聚居了缅甸很多的少数民族，这个区域呢也是跟我国云南所接壤的。当然缅北这个地区呢，其实在近代以来几十年来一直都是不太平的，只不过呢是随着这几年互联网上各种比如说嘎腰子各种梗的广泛流传，缅北这个地方呢才被我们大多数人所知道。我对缅北的评价总结来说就是混乱，没有法治。我在缅北具体遇到了什么，有什么见闻，大家可以去找我账号中19年底20年初那段时间发的视频具体去了解。有一部分人呢，因为这个互联网上的热烈讨论，反而对缅北这个地方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跟好奇，甚至呢我就收到过这样的私信问我缅北好玩吗？普通游客能去缅北旅行吗？那么我的回答呢就是不。缅北这个地方没有公共交通，也几乎你在互联网上查不到它任何的酒店一些其他的信息资料非常的少。在风景民俗上来说呢，可以说是云南的低配版。那么出行安全、出行体验都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旅游者，你去那儿玩什么呢？但是呢，普通游客缅北旅游不要去，并不等于是缅甸旅游去不得。我在这里讲一讲二者的区别在这里不做推荐或者不推荐任何一方的一个观念的引导，在这里提前提示一下别来抬杠。普通游客去到缅甸旅游呢，是需要拿到一个缅甸的旅游签证的。但是如果你手里只有这个旅游签证，你是去不到缅北的。这一路上会有很多的检查站关卡进行拦截的，除非你还能申请到一个特别许可如果去缅甸旅游呢，一般会去曼德勒、仰光、蒲甘等这些城市这些城市一年来说呢，也会接待几十万上百万的国际游客，是非常成熟的旅游城市。你在互联网上也能查到很多的信息，像出行酒店这些预订也非常的方便。所以在此强调，缅甸旅游不等于缅北旅游，大家没必要过度恐慌。将来如果大家看到有人去缅甸去东南亚旅游，没有必要，不管是你是认真也好，玩梗也好，说人家去嘎腰子什么的，去东南亚是非常正常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一个人亲身实地的去到那个地方，他对当地的了解认知一定是比咱们看客局外人来得更全面更深入的。好心提醒没问题，但千万别做互联网上的福尔摩斯，有时候反而会被一些别有用心或者想炒作的人所利用。那么说东南亚旅游到底能不能去，如果说要去的话，该怎么样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其实上面的内容中我已经提到了2个旅行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一个就是交通出行，一个是酒店。相对来说越是旅游业发达的地方，你的交通出行你的酒店预订往往也就越方便，相对来说呢也就越有保障。东南亚本身在全球范围来说呢，它都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旅游出行的目的地。大家去到这些地方，如果说实在是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的话，那么我给出大家以下几点建议。第一点呢，在出行方式上千万不要去省钱。比如说在选择航班上，可以去尽量选择一些大的航空公司，哪怕它稍微贵一点，也不要去选择比较便宜的比较小型的航空公司。一般来说呢，大公司它的安全保障、它的飞机设备各方面的维护然后安全理念方面也做得更好更正规。在有正规的打车软件或者公共交通的情况下，不要因为省钱去做黑车，因为在旅行中你踩的很多的坑很多的雷都是在做黑车的过程中遇到的。所以总结来说在出行方面交通工具上面不该省的钱千万不要省。第二点就是坚守底线，这里包括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不好的事情千万不要去做，在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大家不要觉得或者是因为自己在国外
就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第3点呢，就是不要去轻信他人，不包括你在国外认识的老乡啊、朋友啊、陌生人，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的同时，千万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不要跟陌生人去到偏僻的私密场合，尽量让自己活动在公共场合中，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食物和饮料。其实以上这几点呢，无论你是在国外旅行还是国内旅行，都需要去认识到的。所以最后呢，如果你还是想问，你觉得东南亚旅游到底还能不能去？那我的回答就是，反正我会去，而且我近期就要准备出行。最后的最后呢，风险提示一下，如果说没有丰富的旅行经验呢，切勿随意模仿。